啦，来了！今年还没有上市就开始吹自己是真正的舞台旗舰，把10倍长焦从外置的这么大一个直接压缩进了这里。230毫米的原生焦段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而且造型也是一改之前低调的样子，怎么变得跟我的哈苏有点像？说了这么多，还没有认真看看造型呢。你看这个背板 ，OPPO 和哈苏的 logo 一样的风格，摆在一样重要的位置上。快门键跟我这 X2D2 异曲同工啊！而且这颜色越看越熟，这不是大地探索版的颜色吗？这照片是你吗？是我。一条切割线让机身就像自带相机手柄一样的感觉，这情绪价值满分5分的话，你们能给几分？哎，等会儿，大伙们先猜一下，1、2、3、4哪一个是超长焦啊？其实是1号。我们这一次先重点来看看它，因为它是个10倍的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太离谱了。为了塞进去，它甚至有一半的体积被压缩到了薄薄的机身里面，整个长焦的形状几乎就是贴着这个弧度走的。我都不知道工程师要搞这个东西得掉多少头发呀！不过好在呢，这个实际表现确实对得起付出哦。你要问我有了这个镜头之后有啥不一样的？无论是那个东西在哪儿，有多远，总能缩上来拍。比如说下面有洒水车，拉过去拍一张，看到背景是山，直接压缩进来。还有些时候看不清啥东西，它比我戴眼镜的视力还要靠谱，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，这是小米洗碗机的温馨提示，我一路推过来，切10倍，咔嚓，确实是有一些涂抹痕迹吧。大家看看其他呢？甚至对上之前的舞台神器，简直就像是上个时代的东西，噪点也完全压不住。最重要的是10倍在机子里面了，那演唱会保安可没有理由把你的镜头给抠出来了吧？上周5的时候给小伙伴带去看完 Republic 的演唱会，好家伙，那天还下着雨，氛围感拉满了，属于是。甚至你看它这个焦段都已经去到690毫米了，注意哦，这是没有加增距镜的，是裸机的哦。而且录视频的时候，无论是哪一个焦段，都可以给出非常夸张的打卷。防抖也很舒服，你看我对着下面高速的一辆车，轻轻松松就追上了。而且我发现这个10倍镜头切换过去的时候，有点像那种特工片里面搜索到目标的感觉。最近骑车的时候，我发现在欢乐田园那边有好多长枪短炮在拍鸟，然后这一次 OPPO 也提供了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外接镜头，它甚至要比这个机身都要长了。你看，我估计是因为这个3倍的底实在是太大了，这我不得试试看？哎，你别说，它这个效果还真可以哦！装上之后，甚至还带巨强的虚化。我还拍到一个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啊，在抓鱼吃。不过也不能光被这个10倍抢了风头啊，另外的几个摄像头也是很有逻辑的。有没有发现这个主摄和3倍都是大底2亿像素，主摄进光量比上一代大了10%，3倍也提升了36%，超广角提升56%，尤其是3倍啊，光圈也很大，带来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这个是光学虚化。这个半身照也是光学虚化，甚至在拍全身照的时候都挺明显的。因为主摄和长焦都是2亿像素的，这下0.6倍、1倍、2倍、3倍、6倍、10倍全都能输出5000万像素的照片了。这可是今年唯一一款每一颗镜头都有升级的 Ultra， 这焦段覆盖总不能说觉得缺什么焦段吧？拍的差只能找自己的问题喽。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状况，3倍光学、6倍等效光学，又多了个10倍，你觉得如何呢？原本的优势实打实的也保留了下来，就比如说动态图跟其他模式相处的就很融洽，不影响2500万的高像素，不影响运动抓拍，可以支持 HDR， 而且还在加码，在相册里面现在可以转换成慢动作了。
所以我现在一般都常驻开着 Live Photo， 但是没有 Live Photo， 肯定拍不到这阿比大飞猪把跑轮刨飞出去的时刻。哎呦我去，劲儿这么大！如果找上一张交代环境的，再找一张人物比较明显的，然后再随便拼点有的没的，哎，就可以搞出来这种粗框动态图。哦，对了，甚至视频拍照的时候，你点一下拍照键，生成的就是一张实况图，很合理，但是真好使啊！哎，小伙伴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整个界面都大改了，直接变成液态玻璃效果，界面也简单了很多，尤其是这个运动模式居然藏起来了。我偷偷问了一下，他们说是因为现在自动识别的运动抓拍已经成功率很高了，很有信心，所以我叫我们这儿的运动健将来试试看。那我现在更加嚣张了，飞速驰来的高铁，我直接切10倍抓拍。大师模式不知不觉也变得更加夸张了。最开始的时候以最像哈苏色彩为最终目的，但 OPPO 显然并不想止步于此，在影调准确的基础上，他们还加入了进阶调教。哎，这玩法真有点类似那些主打滤镜的相机，比如富士、理光之类的。这一次又多了3个数字胶片系统，直接就来看效果吧。你看，我就随便拍一个地图，是不是也挺有感觉的？拍点花花草草也是很有氛围啊。那开到黑白模式，配合200毫米的长焦，那更是人文中的人文。更好玩的是，看到下面这些数字了吗？是滤镜参数没错，但配合这个 AI 键，这就是独属于 OPPO 用户的 moment 啦。视频这块算是继承了之前的优点，哎，哈苏视频，冷知识，哈苏自己都没有视频。如果打开专业视频模式，关闭 log， 它的整个影调都是哈苏的味道，这可是获得了哈苏认证的哦。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，在直升机上还用 X9 Pro 录了不少，效果是真影调啊。而且这一次 log 是更加好用了，拍摄的时候可以直接套上 LUT 还原，相册里面也可以选择 LUT 还原，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烧入 LUT 进去。这个 LUT 烧入进去之后，就相当于直接还原了。哎，那跟普通模式还有啥区别来着？哦，如果看到什么喜欢的 LUT， 直接就可以当成一个自定义滤镜来用。然后我还试了一下，让 GPT 对着一张照片来仿个色，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儿哈。就是 GPT 疑似有点过于努力了，思考了40分钟，要不小布也努力做一个仿色 LUT 出来。虽然说 ColorOS 大版本没有变，但是新东西可是一点儿都不少啊！整个液态玻璃的风格贯彻得更加彻底了。锁屏的时候，所有的通知都会变成一个小胶囊，比如说微信通知啦、倒计时通知啦，横滑就可以在不同的胶囊之间切换，不挡视线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上滑变成普通的通知，点一下还会展开成沉浸显示。这丝滑程度你能给几分？最好使的升级其实是翻译。你看，我用它拍一个菜单 ，AI 一会儿之后，好家伙，它居然直接生成了一个类似点餐的页面，太夸张了，跟服务员 diss 过的都懂啊。中间那个，而且翻译里面现在可以开启大模型翻译，会准确不少。我就让豆包考一下它。If we catch some rays later, don't flip out if I bail last minute. 啪的一下，普通模式果然翻译错了，看看 AI 模式哦。哎，果然还是 AI 懂 AI， 而且语音实时翻译的时候居然也没有问题。Shops for souvenirs. Do you like watching sunrise or sunset over the water better? 好啦，那么这台机子看到这儿就差不多了，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次的机子是往更加摄影师的方向迈了一步。这样的变化是你乐于见到的吗？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用哈苏的，看到这个外观真的毫无抵抗力啊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